在震惊了片刻之后，灭神副府主调整好了差点崩溃的心态，再次冷声道：你们居然都掌握这种力量，看来更留你们不得。他冷冷地扫视了萧炎和沐尘一眼，暗自决定必须尽快将这两人除去，以免夜长梦多。如果再让他们成长下去，必然会对暗黑大计划造成影响。场面顿时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萧炎和沐尘的身上，等待着即将发生的风暴。灭神副府主神色一变，衣袍无风自动，周身魔气如潮水般汇聚，形成一股无形的风暴。他双目如电，盯着远处的萧炎和沐尘，口中低喃咒语，圣魔大法向双手猛然合十，一道漆黑如墨的能量自掌心爆发，携带着毁灭之意向二人冲去。萧炎、沐尘面色不变，双手迅速结印，焚神之力在体内沸腾，如同烈火燎原，瞬间凝聚成一只金色璀璨的神圣之拳。在萧炎那双坚定的眼神下，一跃而起，拳影破空，迎着圣魔大法相直冲而去。沐尘的法心之眼猛然睁开，迸射出一道天地之光，冲天而起，传荡出了空间的涟漪波动，使得整个空间都在这一刻发生了变革。轰轰，两股力量在虚空中激烈碰撞，仿佛天地初开，空间波动剧烈，仿若随时会崩裂。轰隆声中，能量冲击波肆意炸响，陨石星群在这一瞬间灰飞烟灭，四周的景象犹如末日降临，天地颠倒，空间崩裂，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这一瞬间陷入了混乱。运势盘龙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他那庞大的身躯在虚空颤抖，眼中流露出难以置信之色。他见证了这场惊天动地的对决，目睹了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喃喃自语了起来。他们二人的力量居然可以达到如此可怕的层次。灭神副府主和萧炎、沐尘的震撼对决，天雷滚滚，震撼人心。难怪周元特别关注这些无上传承者，没想到他们的力量如此惊世骇俗，看似只有大道后期主神的修为，然而战斗中可以释放出堪比大道巅峰主神的力量，在大道之境中能够瞬间飙升大道力量的，可是极其罕见的。然而他们二人居然都可以做到，不愧是天命之子。1151苏佑威三位神元宫的主母也看得目瞪口呆，震惊连连。周围的空间崩裂，圣魔之力和萧炎、沐尘的恐怖力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道耀眼的光芒。他们的每一次攻击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爆炸，将周围的一切都摧毁殆尽。此时此刻，他们的力量强大到令人无法想象，仿佛可以轻易地毁灭整个世界。在这个关键时刻，萧炎、沐尘和灭神副府主的力量也达到了顶峰。萧炎、沐尘的身体在虚无中化为了两道流光，划破长空，朝着圣魔大法相继续爆发出神圣的力量攻去。在他们的力量与圣魔大法相交汇的那一刻，整个战场瞬间都静止了一般。轰！然后随着一声巨响，他们的力量在虚无中爆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将周围的一切都照亮了起来，甚至比太阳光的亮度更加耀眼。在这个激烈的对决中，萧炎、沐尘和灭神副府主展现出了他们惊人的力量和无与伦比的实力，能够在联手之下与灭神副府主对抗1、2，可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之间的精彩对决也成为了神藏中的一次焦点，不少经过这里的一些神奇强者都被吸引来了目光，他们的目光瞪大地看着眼前那激烈的战斗。同时有一位神指强者立马出声惊呼道：好浓郁的魔气，对方是灭神府的人。什么灭神府？一听到是灭神府3个字，不少神奇强者的内心无比震惊起来。要知道灭神府之中的那些存在，个个都是实力强大又诡异的存在。现在他们看到有强者与灭神府的人对抗，这何尝不让他们吃惊无比。与灭神府的人交战的是谁啊？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勇气？已经有不少神奇强者纷纷对萧炎和沐尘的身份感到了好奇。然而在人群的喧嚣中，一位神秘的身影静静伫立，目光如炬，注视着那场惊天动地的战斗。他不同于旁人，并没有出现震惊之色，反而他的脸上挂着一抹似笑非笑的神秘表情，似乎对这一切早有预料，甚至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当众人还在揣测萧炎的真实身份时，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从天而降，将所有人的注意力瞬间吸引过去。只见那处虚无之上，2道身影如流星般交错穿梭，释放出耀眼的光辉，对着那尊巨大的圣魔大法相进行猛烈的左右夹击。萧炎全身被金色的力量包裹，焚神之力在他体内激荡，每一次出手都带着无尽的神圣威压。沐尘同样不落下风，法神的力量在他周身弥漫，形成一道道璀璨的光华，与萧炎的金色力量相互辉映。如果换作是其他大道巅峰主神的大能者，也不会有着萧炎和沐尘此刻的震撼程度。他们周身的神圣力量可不是寻常的大道巅峰主神就能够拥有的。灭神副府主与萧炎、沐尘在空中交错，
每一次力量的相碰都引得空气中的气流激荡，仿佛连周围的所有万物都为之动容。萧炎、沐尘的身形快如游龙，轻盈地在虚无中掠过，使得空间扭曲。现场弥漫着紧张的味道，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只等待着接下来的爆发。灭神副府主操控着圣魔大法相，魔光肆虐，魔气如同实质般在他身边凝聚，形成一股无形的风暴，将周围的一切都卷入其中。萧炎与沐尘对视一眼，彼此眼中都是坚定与不屈。他们的实力虽不及灭神副府主，但两人之间的默契配合却让这场战斗变得扑朔迷离。萧炎的极快身法忽左忽右，神火之威让人难以逼视。沐尘的每一拳如同蛟龙出海，灵动之中带着毁灭的力量。砰砰，灭神副府主与萧炎、沐尘的对战中，发现他们的实力的确可怕。以大道巅峰的实力，在近乎完美的联手之下，能够与自己交战这么多回合，内心早已吃惊他们二人的实力。但是他一位大道极限主神的实力，怎么可能会被萧炎、沐尘给压制呢？突然，圣魔大法相的声音犹如魔音贯耳，那双暗红色的眼瞳中仿佛蕴藏着无尽的黑暗力量。他身上的魔气如同潮水一般汹涌澎湃，将周围的所有景物都笼罩在一片黑暗的阴沉之中。他的气势如同暴风前夕的宁静，紧绷而又充满了恐怖毁灭的气息。热身也该结束了，两位无上传承者给本副府主死！灭神副府主的话语简短而充满绝对的恐怖气势，他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诡异。随着他话语的落下，整个虚无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键，魔风开始呼啸，魔云层快速聚集，天地间似乎都在为即将到来的一场毁灭做着准备。圣魔大法相的身体开始膨胀，魔气如同实质般环绕其身，形成一道道扭曲的涟漪。这一刻，灭神副府主仿佛化为了近乎毁灭一切的魔神之影，掌控着生与死的规则。终于要认真了吗？这灭神副府主实力看来一直在隐藏啊！虽然知道了灭神副府主现在的恐怖力量，萧炎与沐尘依旧在这一刻显得异常冷静，他们的目光坚定，脸上没有丝毫的恐惧。萧炎兄，有把握吗？对方的实力远比我们想的更加强大，而且就在刚刚，我隐隐间感觉到对方的圣魔之力中带着一丝可以撼动大道的规则之法。沐尘也认识到了这位灭神副府主比起之前似乎更加的强大了，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萧炎神色平静如水，回答道：我也没有100%的把握，但需要你帮我拖延住对方5分钟的时间，我想试一下那一招。沐尘的目光带着一丝疑惑，心想着是萧炎兄的新招是吗？但也只是瞬间就将专注力对准了不远处散发着毁灭气息的圣魔大法相。面对着圣魔大法相那滔天魔气的压迫下，沐尘也不敢怠慢。虽然不知道萧炎兄准备施展什么样的新招式，但必须为他争取5分钟的时间。想要阻止灭神副府主的圣魔大法相的力量，沐尘上前一步，直接将自己最强大的底牌施展出来。你要以一人之力对抗我，你要寻死！哈哈！看见沐尘气势凛然，似乎要以他一人对战自己的圣魔大法相。刚刚连他们二人联手都不能占据上风，现在一人对抗，那简直就是以卵击石了。面对灭神副府主的嘲讽，沐尘沉稳地立于这片虚无之中，他的气息也在这一刻发生改变。突然，5座原始法身，3座太初法身，如同古老神灵的化身，自他的体内破空而出，悬浮于他的身后。8座法身如同8座巍峨的万丈山岳，每一座法身都散发着刺目的光芒，仿佛是远古时代的太阳神灵在此刻复苏。5座原始法身以混沌为形，3座太初法身则是带着创世之初的光辉，仿佛凝聚了大宙诞生之初的精粹。他们各自带着强大的气息，大宙之初最本源的力量在这一刻凝聚成了太初形体。沐尘双手合十，闭上了法心之眼。这一刻，他仿佛与天地合为一体，与那8座法身的意志相通。随着他的一举一动，8座法身开始缓缓靠拢，他们的身影逐渐变得模糊，最终化作一片璀璨的金光。沐尘的周身瞬间被一层金光所包围，其中蕴含着原始和太初的气息，神圣而强大。8座法身在金光的映照下开始缓缓靠拢，他们的身形渐渐融合，化作一束更加耀眼的金光。每一次交融都似乎让空间都为之震颤。沐尘的原始之道在这股力量的激荡下愈发显得深不可测。金光之中，沐尘的气息愈发强大，他仿佛成为了一个黑洞，吞噬着周围的一切力量。原始法身和太初法身的结合，不仅仅是一种力量的叠加，更是一种质的飞跃。原始与太初在这一刻得到了完美的融合。